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1月6号。昨天我们谈到中国经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就是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4号的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是宣传利用外资，现在呢，外资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流出中国，终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流出中国的资金数额远远大于流入资金的数额，而且这个趋势呢还在扩大。这种资金的流出流入这个跟美联储的加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资金如果在中国的话呢，因为中国现在为了应对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它的利息呢在不断的降低。那么在同样比如说是100万，那么存在中国的话，利息比如说只有2%、3%，但是如果换成美元的话，那么美元的利息大概就会有5%、6%。其实呢，对于一个数量很大的金额来讲呢，那么一点点的利差可能就会带来这个非常不同的收益，所以现在的这个资金呢快速的流出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整个中国的营商环境变得特别的差，生意不好做，所以很多外商呢可能就会关厂撤资。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流出中国的这个钱呢就非常的多已经大于流入中国的钱。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呢终于达到了一个逆转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呢，这个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始慢慢的关闭了。昨天节目中我们提到，这个资金的流出呢，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基本来说的话，就是2种方案一种方案的话呢，就是恢复改革开放的政策让这个外资再流回来。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抢劫。那么今天要谈的新闻显示呢，中共内部就这2个方案的斗争非常的激烈。坚持改革开放的一派呢，也在借李克强之死在发生。中国的财新周刊呢，本周一刊登了一篇文章一篇社论，叫做改革急需新突破。这个社论呢说10年前的11月，就是中共18届3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当时在这个10年之前的这个18届3中全会上，这种改开的力度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评价说范围之广及力道之大，前所未有。当然这种政策的提出呢，也是跟李克强是有关系的，是吧？他说呢，然而如今民间观感与当年预期之间存在一定温差这就是说的很客气，就是当年的那些预期呢，等于现在都没有实现，而且差得很远。除此之外呢，财新周刊也在没有提到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情况下，引用他生前的名言，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然后呢还说改革开放呢需要一棒一棒的往下传。这个呢，就是借李克强之死重新吹响改革开放的集结号。鉴于财新网跟王岐山的密切的关系，这篇文章背后肯定有中共高层的支持。那么习近平本人对于应对危机是什么想法呢？今天有2个相关的新闻一个新闻呢就是说习近平由于现在看到中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开始向权贵家族收财产就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只有2家除外其他别的权贵家族都要上交部分财产以换平安。那这2个家族呢，一个是江泽民家族，还有一个呢是胡锦涛家族。那么第2个相关的新闻呢，则是习近平突然之间高规格大阵仗的接见了中共政法系统，并且说呢要推广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习近平到底想通过枫桥经验释放什么信号？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会一会儿详细的分析一下。在今天这儿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大家可能看到就是说有不少人都曾经经历过这种信息被盗窃的经历就是或者是说呢，他们曾经看过这样的新闻，大到政府系统，小到个人，不少人都成为数据盗窃的受害者。就在今年3月9号的时候，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统一使用的健康保险系统出现安全的漏洞，导致数百名国会议员和他们家人的敏感信息被盗，成千上万的人都受到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呢说，这些被盗走的数据都被发到暗网上出售，在暗网上一个人的数据信息可能会卖到上千美元可能是那些 VIP 的那些信息那么黑客窃取信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公共的 WiFi 只要是在同一个 WiFi 的网络下，别有用心的人呢就很容易能够攻破您的设备。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咖啡厅、机场，还是在工作场合或者出去住旅馆，都有必要使用 VPN 来防护我们的信息安全，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那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Surfshark VPN， 它能加密所有互联网的流量，来保证您的 IP 位置和浏览历史不被别人发现。
同时呢，这个 Surfshark 有 Alert 功能，一旦监测到您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有黑客入侵的风险，它会向您发出警示。那么它的这个 ClearWeb 呢，能阻止超过100万个已经知道的这种恶意的网站，保护您不受网络的这种钓鱼方式和其他的威胁，有效保证我们的个人的身份安全。那么这个 Surfshark 呢，大家只要是订阅一次就可以在无线的设备上使用 Surfshark， 就是您 login 一次，所有的设备的话都可以用同样的这种登录的信息。你也可以和朋友还有家人共享一起来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现在呢，只要点击描述栏里边的专属链接 surfshark.deals/tltime， 输入优惠码 tltime 就能够享受专属的超级优惠和额外3个月免费的服务，而且他们呢有30天内退款的保证。OK， 好，欢迎回来我做一点说明因为现在呢是有双11的优惠，所以原来额外3个月的免费服务呢，现在是购买和就是如果您购买的话呢，会赠送额外的6个月。Surfshark 的话并不是为了翻墙设计的而是为了数据安全和提供地区性的流媒体的服务。OK， 那咱们现在回过头来开始说第一个新闻。中国的财新周刊本周一刊登改革急需新突破为标题的社论，其中说中国有些官员干预过多，失去过去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要动力的精神。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重挑战，人民期待能有像10年前18届3中全会那样的重大新突破。这里边这个话很短但是实际上点出了2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行了，不管是产业链的外迁、失业率的增加、股市的低迷、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地方债务危机的爆发、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等等，都显示出习近平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一场灾难。而财新网社论给出的药方呢，就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其中提到18届3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和现实中的偏差呢，实际上就是在指责习近平没有执行当年的决议。那个决议当年习近平肯定是表态了嘛，因为3中全会最后通过决议的时候大家都要举手，那习近平显然是举手了，但是呢根本就没有照着这个3中全会的决议去做。财新周刊的社论提到说，当年除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国务院也推出一脉相承的有关公平竞争、产权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其他政策文件。这里边提到的国务院推出的一脉相承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呢，就是指的是李克强当时推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呢说近10年推行的放管服也是简政放权并优化网络政府服务的有效的取得了有效的这种成绩。放管服的话，我们知道是一个标志性的专有词汇，就是李克强提出来的，就是要这个放手放权然后呢要管理然后呢要服务，就是把政府变成一个服务性的机构。那么现在放管服这几个字被重新提出就非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有一点给李克强招魂的这种说法了。之后呢，这个社论话锋一转，说但在改革路上，特别是3年的疫情期间，有些官员微观干预过多，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严重，市场主体苦不堪言。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也没啥毛病讲了一个事实，但实际上我们翻译成他作者真实的意图，就是把它说得更露骨一点的话，这里边所提到的所谓的3年疫情期间，更准确的说就是20大前后。那么所谓提到的市场主体苦不堪言的话，意思就是说市场主体作用让位于习近平的拍脑袋决定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篇文章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借李克强之死在抨击习近平，把中国的经济带入灾难。鉴于这个财新网的主编胡舒立和王岐山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篇文章的背后呢，很可能有一批中共势力的支持。我们得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这个杂志就是他能够刊登一些文章，就是跟中国唱反调，背后一定是有元老支持的就像是原来大陆的就是有一些这个炎黄春秋这样的这个刊物，就有很多对中共党史的回忆，包括对文革时期一些事情的记录，那个都是中共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曾经位高权重的大佬，他们在背后支持就像李瑞李瑞曾经做过这个中组部的部长，就很大的一个官，就当时很多的官员，年轻人一代的后来副国级、正国级很多官员都是李瑞提拔的所以当时呢，这个李瑞在这个支持这个炎黄春秋，还有像胡继伟就像以前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总编，那个时候有一批在改革开放期间，就是邓小平就是提出改革开放之后，胡赵执政期间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干部。这批人的话就成为炎黄春秋的背后主要的支持者。那现在的话，这批干部相继死去了，是吧？所以炎黄春秋的话也就没有过去那样
火，好像是给关门了已经。但是呢，就是说像财新这样就直接几乎是在不点名的批评习近平，背后如果没有重要的党内的元老支持的话，他们是不敢登这样的文章的。这个是我觉得是熟悉中国政情的人的话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我们必须得说，就是习近平在20大之后大权独揽，其实呢是激怒了党内其他的派系啊，因为整个这个权力蛋糕被习近平一个人全部端走，其他人在这场权力分赃中，20大这个权力分赃中是一无所获。在邓时代，包括以后的这个江湖时代啊，我们知道有些家族呢虽然失去了权力，他们没有了这个 power 哈，但是呢，他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来补偿，就是你们虽然不做官了啊，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机会让你闷声发大财。但是闷声发大财的背景是整个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那么你们可以运用你们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啊，这个跟政界人的联系，然后的话呢，这个以这个权力，以你们的这个社会关系网为杠杆，然后去撬动一些这个经济领域啊，比如说是李鹏家族的电力系统啊，这个江泽民家族搞的这种就是这个互联网系统啊，就是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别的，像什么私募啊，搞一些房地产啊等等。这些人的话，他们都有各种各样，每一个家族有每一个家族的势力范围。像周永康他们家的势力范围的话，就是石油帮嘛。所以每一个家族的话，有每一个家族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虽然你不掌握权力，但是你们可以去做生意啊，闷声发大财。但是现在呢，经济也完蛋了啊，发财的机会也少了很多。那这些家族的话，他们当然就非常的恼火，等于是权也没了，钱也没了。这还不算哈，现在传出的内部消息显示，习近平呢为了应对这个经济危机呢，要让各位中共的大佬和重臣们拿出家底啊，一起共克时艰。政治学者王军涛透露说，中共退休官员高层现在自身难保啊，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的这种危机呢，经济危机呢，习近平开始伸手向权贵家族要钱啊，没收他们的财产。现在除了2家，所有权贵家族都上交了部分财产以换取平安。这个等于是习近平就像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哈，就像是这个黑老大一样，就是如果你要是不把财产交出来的话，不交这笔保护费的话，你们家的财产就都没收啊，人家可能就会坐牢去了。王军涛说呢，现在曾庆红家族已经把部分财产交出来了啊，换来的是对他的不追究。现在只有2个家族啊可以不交，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江泽民啊，其他家族都交了，说温家宝呢也交了。习近平跟各个权贵家族的关系肯定不会好。当年这个18大的时候，我们知道胡锦涛是全退啊，把所有的职务一并交给了习近平。习近平那个时候一度非常感谢胡锦涛，称赞他是高风亮节。但是时至今日，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仍然是浙江丽水的书记，连省委常委都不是，就是无法步入副省级的序列。可见习近平在人情上是如此的凉薄哈，就是当年帮了他那么大忙的胡锦涛啊，把这个薄熙来打下去，当时胡温是一起发力把这个薄熙来打下去，但是习近平也没有做出任何感激胡锦涛的表示，甚至都不肯提拔他的儿子胡海峰，而他自己的人不管是什么福建帮还是浙江帮等等，都拼命的往上提，是吧？所以他这么做的话，等于是其他别的元老都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习近平是不可能把他的权力再让渡出来一点点啊，就哪怕是一个面包渣都不会给他们。那么他们当然对习近平就会非常的不满。这个而且呢，曾经参与政变的那些敌人啊，就是曾庆红家族啊、周永康家族啊、这个薄熙来家族啊，更是习近平报复的对象。这个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呢就说，曾庆红原来发家的石油帮，从周永康一直下来，大大小小的官员，石油系统的几个头都被抓起来了啊，他们这些财产都已经被弄到国库里了。然后呢，又举例子说，这个陈毅这个元帅嘛，他的儿子陈小鲁就是安邦的后台，安邦的这个实际的 CEO 的话呢是吴晓辉啊，吴晓辉他是这个邓小平的外孙子，结果习近平把吴晓辉也给抓下来啊，陈小鲁就是突然之间在海南心脏病发作，莫名其妙的就死了，然后呢，所有的财产，吴晓辉的财产全部充公。曾庆红的侄女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曾宝宝嘛，他建了一个花样年。花样年呢是一个地产公司啊，结果等花样年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习近平也不给他贷款啊，让他破产，这个就是让他陷入困境。加上后来习近平打击这个阿里巴巴是吧？就马云打击蚂蚁金服，打击这个滴滴打车等等，这些大厂的背后都是中共各个权贵家族啊，像刘云山呢，像贾庆林呢，就这波人哈，他们的这个戴相龙啊，这些权贵家族啊，等于是都被习近平给弄得特别的惨。
然后呢抓许家印啊，也是打击地产企业背后的权贵家族。我相信啊，就是中共过去的这些权贵家族，因为都受伤了啊，都被习近平打的这个遍体鳞伤啊，所以这个他们都对习近平恨之入骨。那么现在就看他们是不是有机会联合起来，当然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权利了啊，就是他们唯一现在能用的就是他们这个关系网啊，能不能凭借他们的关系去策反习近平身边的人。这个关于大家对习近平的这种痛恨和对习近平的这种猜测能够到什么程度啊？今天网上还看到了一个传闻，这个传闻呢是说，有小道消息说彭丽媛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啊，说目前呢单一勤当上全国妇联主任之后，政治局少了一位女的委员，说彭丽媛呢是有可能被升到这个职位的，说彭丽媛呢需要3级跳啊，说从这个中央候补委员到中央委员，再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习近平这个的老婆彭丽媛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啊，说先要把她增补为候补委员，然后呢再增补为中央委员，再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后底下就有人评论说，依照习近平目前的行事风格及既往事实，估计不是空穴来风，就看11月2号八宝山告别仪式新闻的场景，说彭丽媛是走在了其他6个常委的前面，说这已经打破了建国以来历届领导追悼会及告别仪式上国家领导的出场顺序和礼仪。这种既公开又重大的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是很讲究礼仪和顺序的。可是彭丽媛不仅出席，而且走在了最前面。这种说法我信不信呢？我当然是不相信的啊，因为彭丽媛这个他连这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话，他也得等到这个开党代会全会的时候补选，而且你如果是候补委员的话，你补选你只能是补在这个所有的候补委员的后面，你是排队嘛，所谓候补委员的话就是排队要进中委的。那中央委员的话呢，这个他是这个下去一个，然后呢才能够补一个，这补一个的话不是选的，是从候补委员中依次往上递补。所以就算是这个20届3中全会，假如说今年开把彭丽媛变成候补委员的话，他真正想进入中央委员序列的话，也得等到21大，也等到2027年。然后的话呢，再进入政治局，那还得再等5年，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彭丽媛出席李克强的葬礼，大概是为了显示习李两家是有私交的。当时彭丽媛的表情相当的哀戚哈，大概是为了平息外界对于李克强可能是被习近平害死的这种传闻。那当然，如果彭丽媛只要出席的话，他必须得跟习近平站在一块儿，是吧？所以他不可能走在政治局常委的后面。但是呢，这样的谣言之所以能够传出来，也是因为民间对于习近平专权非常的不满啊，通过这样的谣言来传播一种对习近平专权的批判。我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哈，你像胡锦涛当政的时候，就不会有人传说胡锦涛会提拔他的太太刘永清当政治局委员，对吧？既然传说把彭丽媛提拔当政治局委员的话，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习近平这个人是非常专断的。那么现在面对这种党内的反扑，包括这个经济危机的话，习近平怎么办呢？习近平在北京啊，这2天会见了全国枫桥市工作法入选单位的代表。参加会见的都是掌握刀把子的重要人物啊，其中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包括中纪委书记李希，这都是这个专门整人的哈。然后呢，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还有公安部的部长和政法委副书记王小红，然后呢，还有国务院的秘书长吴正龙，还有最高法院的院长张军和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英勇等等。所以你看这个阵容相当豪华，所有政法系的这些人全部都被习近平抓过来了。当然，蔡奇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出席的话是习近平出席什么他就得出席什么，因为他相当于习近平的秘书长嘛。所以这次出席的这个阵容相当的豪华。那么习近平把这么一个豪华的阵容摆出来去接见所谓枫桥市工作法的入选单位代表，到底释放了一个什么信号？这我们就得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枫桥市的工作法。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习近平在浙江就曾经大力推广过枫桥经验。然后呢，2大报告明确的指出说，在社会基层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然后2023年枫桥经验60周年之际，习近平再次强调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然后等到杭州亚运会期间，习近平专程前往枫桥博物馆视察，再一次充分的肯定枫桥经验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那么到底什么是枫桥经验哈？枫桥经验呢，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的枫桥区创造的一种经验啊，这种经验叫做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
也就是呢，叫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治理经验。它的背景是1962年9月份的，大家知道，刚刚当时3年大饥荒了，就是3年大饥荒之后，这个后来在1962年召开了一个7000人大会，7000人大会呢对毛泽东做出了这种就是这种冒进的这种批判啊，就是在这个大跃进期间啊，这个过度左倾啊，造成这个中国经济的崩溃啊，造成很多人饿死。当时在批判毛泽东之后呢，毛泽东就不得不让位给刘少奇，由刘少奇出来主持工作，毛泽东呢就退居二线了。但是呢，毛泽东是不会想退居二线的啊，不会甘心于退居二线，因为在这个刘少奇那个时候就要开始抓经济了啊，就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嘛，就开始抓这个中国的经济。而毛泽东的话，为了跟刘少奇对抗，既然刘少奇抓经济，毛泽东就一定要抓政治。所以在1962年9月份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口号，非常有名，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不要大家抓经济就忘记了政治了啊，这个跟敌人斗争的话还是要搞的啊。于是的话，开始搞一场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啊，简称这种社教运动。毛泽东当时也知道自己这个搞左倾的东西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是吧？于是的话呢，就把过去那种严厉的镇压的政策做了调整。说呢，这个对于4类分子，所谓4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啊，这4种人呢，就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这种方针。也就是说不杀他们了，而且呢，大部分都不抓啊，也不再搞那些什么严刑拷打呀、关押杀头啊这种事情啊，就不搞了。但是呢，很多地方在具体推行中的话，还是左是立场问题啊，这右是方法问题，所以宁可还左一点啊，还是要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所以枫桥当时的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不要对地富反坏进行严刑拷打或者关押杀头，而是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当时虽然很有效哈，但是现在已经是完全无效了啊，因为当时没有各种媒体嘛，大家只能听到中共一言堂的宣传，再加上各种高压的政策，就是当在一个你不服从的话，就可能被这个就是要经历酷刑啊，甚至可能杀头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给你出路啊，就是在表面上跟你摆事实、讲道理。那么这个时候，这种4类分子的话呢，就知道自己如果敬酒不吃，就得吃罚酒，所以他们就主动的认罪。这就是当时所谓的枫桥经验啊，就是通过人民自己发动起来啊，这个跟这个地富反坏啊，这个4类分子、阶级敌人做斗争，然后呢解决他们的问题啊，就避免把矛盾上交给上一级的部门或者上交给公安部。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习近平所谓的要推广枫桥经验，到底针对的是谁呢？如果针对的是犯罪分子的话，那没什么可讲的，因为犯罪分子按照法治的原则的话，是应该交给法律去制裁，是吧？不存在什么枫桥经验，不存在什么群众专政的问题。那么当时的枫桥经验呢，针对的就是阶级敌人，所以只能说习近平希望通过枫桥经验，通过群众自己的辩论和工作，然后解决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所指明的方向上去啊，就是要通过发动群众对群众自己啊，包括内部的异己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如果你明白这个问题，就会知道习近平多么的刻舟求剑，是吧？当年毛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吧？但现在至少感觉就是习近平希望让阶级斗争重新回来，而且希望发动群众去斗群众啊，希望群众自己去解决思想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群众希望过好日子了，在经过了改开40年之后，群众更希望的是过好日子，而不在意到底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了。那么怎么能过好日子，群众就会怎么做，他们自己都基本上普遍的想法都是跟你相反的，他们怎么可能还像当年毛时代一样去抓阶级斗争呢，是吧？来抓那些所谓的不同意习近平这种闭关锁国、重回文革的这个路线呢？其实我就是说看到这些消息的，几乎可以肯定一点啊，就是习近平非常的食古不化，那这个古当然也不是非常的古啊，就是毛时代的那种古。然后的话呢，非常的刻舟求剑啊，把当时那时候有效的一套方法，希望在新的一个时代再重新把它拿出来啊，这个把一些这个旧货炒一炒啊，这个然后呢再把它像这个旧瓶装新酒一样再把它端出来。但是习近平这些东西的话，第一不能解决问题啊，第二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他所谓针对的这种犯罪分子啊，或者是说阶级敌人，或者说思想异己分子，其实呢，他是把人民群众当成他的敌人，
而习近平自己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人民，而是在萧墙之内。我相信习近平当他这个把中共元老得罪干净之后，然后呢，他好像是表面上他身边已经是围着一群拍他马屁，然后对他不断表忠心的这群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群人他们完全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是为了赢得习近平的欢心之后，希望自己有权利能够在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权力的序列上更上一层楼啊，甚至是作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所以习近平自己他的这个团队的内部啊，这个浙江帮、福建帮，这个搞经济的、搞意识形态的、搞政法刀把子的等等，包括军队的人，他们争权夺势这种趋势的话，也绝对不会停，而且只能是越演越烈。因为过去在这个各种政治势力要搞平衡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通过做一些政绩，对吧？就是在政治上，在这个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绩，然后呢，能够赢得大多数人对你的这个认可啊，然后的话往上升啊，就像李克强这样的基础官僚。但是如果当所有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人你就是拍马屁拍得越厉害啊，那么他可能就会越看重你啊，就越可能会得到他的提拔。你只要讨他一个人的欢心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中共自己内部的权争就会抛开工作啊，大家只干一件事情啊。过去还要做工作，做点成绩，然后在党内搞一些所谓民主评议的时候的话，能够得高一点的分，然后最后能够上去。但是现在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不用搞工作了，只要能够讨习近平的欢心就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权力的争夺呢，只会变得更加的激烈。这就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讲什么枫桥经验呢，讲这个习近平要没收这个元老的财产啊等等啊，就是包括财新网发出的这种不同的信号呢，做一点综合性的分析。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德州的王先生啊，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呢。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竞权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